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狼人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刷野抓人思路。狼人的话，我就没有太多的介绍了。他的话就带疾跑就够了，跟蛮王打野有点类似哈，没必要带闪现，像人马也是。带疾跑就够了。其实我感觉狼人更像吸血鬼。哦，不对，应该说不能说是吸血鬼，应该说是蝙蝠侠。这里的话，二技能开出来以后是有增益效果的。这里的话，利用惩戒去拉蛤蟆，然后来吃河道蟹，但线上好像都没有太多机会哦。看了一眼，那就直接选择回家啊。对面来这边的话，下路河蟹还是有的，可以直接去下路河蟹。像前面跟艾克打的话，他有大招可以跑的。哦，这里的话是没有刷这个石头。那下路河道蟹还在，那可以多吃一个河道蟹。哦，这里加里奥把人骗过来了，可惜没办法，对面艾克过来了。这里的话再拉过来，加里奥大招没有砸中，可惜。哦，艾克收掉人头了。这里艾克一个 E 的话还是可以收掉的，这边直接交闪，但没有 E 技能没命中。艾克没技能了，但他还有大招。等他技能交完了再上就可以了，这个回血是完全没关系的。这里的话可以来下路找波机会。这里规避他的大招，不要太着急。对面没有闪现了，直接吸血追上去就可以了。因为狼人的话，他的被动是沿着这个血条的话是有那个更多的可以更多的移速。这里的话利用回血，但他的爆发是有的，所以刚刚是先走开。对面金克斯这里咬一口再拉开身位，对方就没办法技能给到你身上。这里先回口血，可以先拿个蓝 buff 吧。但想去杀那个的话，这里的话咬住，直接加里奥大招下来。就狼人前期的那个，就是什么对战能力真的很恐怖哈，就团战能力吧。这回血他只要有野怪或者小兵，然后给他咬几口，那血量一下子就回上来了。有个 Q 咬一口，直接就1/5吧。那个万豪还在这的，可以直接抓他。对面心之干还没做出来，尽量能抓就抓。
就是你等他做了星之刚再去抓他的话，其实会有点亏的。只要他刚出来了，然后你又没杀掉他就血亏，你杀掉他的话感觉也不是很赚，因为他星之刚叠到了。这里的话直接把兵线那个野怪清一遍，然后回去可以直接做3项。越是这种操作没有那么复杂的英雄，它的细节你做的越好的时候，你就会就是那么说呢，就能玩出不一样的感觉。就这些英雄，它的上限是已经定死了的，不像一些英雄，它的连招那些，就一套伤害下来，像瑞文这种。这里的话可以大招可以跑过去，但先回家做3项，3项，然后沿着这个来抓人。这里的话大招直接跳这个阿卡丽，然后再过来跳 Q 咬住对方辅助。这里射手的话不要怕，他在兜圈子。但只要被那个贴上来的话，立刻血量就吸上来了。像这局的话，其实人头都在绝活哥这边、狼人这边，优势并不是说特别大哈。这里的话过来直接先把先锋拿掉，对面艾克大招回来想吃，但为时已晚。这里辅助换到了一个先锋，还是可以的。冰冻果子，但好像打不太起来了，那就吃野怪就好了。对面艾克这样子一直漏野怪的话，其实经济差距还是蛮大的，就是对野怪，就是对打野的对位来说，你看这里面就已经压了接近3000的经济。首先是人头优势，还有野怪优势也很大。这局的话，其实出装改变不了太多什么，都不是很好打，因为这里面你会看到队友上面的优势并不是很大，所以肯定会拖到中后期或者大后期去打。这里选择来抓万豪，卡住神位，不要给他2技能命中的那种机会。这里大招在咬，然后像刚刚衔接上控制，不要让他回去烟雾。
但卡莎的话又吃到2个人头，这把卡莎还是蛮肥的，不是很好打。卡莎的话，觉得狼人是秒掉这种就是发育好的卡莎的。这里的话上来咬住，前期还是打得过的，但有个小跑位，但用 Q 咬掉了。对面艾克来了。赶紧吃果子，然后接着打。对方大招没有大招的，但这里的话拉出来，大招可以飞过来咬掉这个艾克。但这里的话没机会了，吃到他的损武了，可惜。这里面选择做那个。诱捕装置吗？因为做诱捕装置的话是能给到队友一些发育空间的，就是能，比如说你自己拿人头，队友在附近的话，是可以给到他那个，经济可以分经济的。确实做了。按正常来说，左下角的一个标准出装就是核心出装就是3项搭配借弓。如果说对面肉太多，而且比较肥的话，你可以第2件就做那个破败，后借弓的话是后面再做。这样如果说对面护盾也太多，那你可以选择不做这个CD 书窃魂法典，这里来接一下对辅助。辅助一个人很凶啊，自己冲上去。赏金是有的，但对面射手是起来了，所以并不是那么轻松。因为打龙团的时候，对面射手是有发力的。卡莎如果身边一直有露露的话，其实没那么好摸到那个，就是秒掉对面的卡莎。中路出问题了，女枪的话应该会被秒掉。这里跑过来扑到对面的，但万豪一直给控制。但中路1塔是能守下来的，这里找到万豪落单了。找到机会先咬掉。变羊的话得拉开，给个控制，那还好，队友赶到。这里的话是选择拖，就是1打4，就是为了拖一下时间，但可惜。想玩的更帅一些，收个人头再走。但这里的话，拔到高地已经 OK 了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掉点千万不能先碰龙。对面阿卡丽在上路，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找机会。对面全是后期蛮厉害的，像露露，说实话，这就是纯后期的。虽然说他也不能说特别后期吧，但总体来说，他越到后面，其实队友越强，他也越强。这里的话找机会咬上来，女枪给了个好大，直接扫满了。但艾克去搅后排了，这里预判他的大招，逼他回去。这里的话再来找这个阿卡丽没大招以后，他的爆发能力是不够杀掉这两个的。涵盖人过来拿龙，对面艾克的话有可能可以尝试抢龙的，
但看他敢不敢过来吧。有可能过来了。我技能给了个视野，哦，没过来。那这条大龙可以拿下来以后，尝试把对面的高地给磨掉。这里大招，但不太好飞，距离好像短了一些，我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长。这里再把小龙给拿到手。后技能一开，洛抬到对面辅助，洛配合加里奥的大招进场，其实蛮不舒服的。但刚刚那里对面全都交闪现了。哦，这里咬过来，对面的卡莎玩的是真猛啊！两边4换4。其实亏的是在拿大龙的这一边，因为拿了大龙等于没有做到任何事情。所以说嘛，这局其实开局的时候就感觉看到这种，确实得拖到大后期去打了，没那么容易赢。这里的话，盖伦中路能推掉，还可以有机会去推下路。可以，这盖伦没有了，对面复活了。那推掉中路其实也可以，还是得把这个远古龙给空下来，不然的话，卡莎的持续作战能力确实是在后期比较厉害的了。两边的经济虽然挺大的，但主要是卡莎身上的经济差距不大。想找机会，看能不能抓到对面卡莎。这里的话，尝试推一下。看能不能推盖伦上去的话，盖伦，这个塔能点掉，但这波团的话打得有点着急了。这里咬掉对面的艾克，一个控制咬掉。不过能推掉高地送3个人头其实是赚的，因为现在没什么资源。卡莎已经无敌了，这里的话换了一件复活甲。像那件装备的话，因为是狼人是前中期英雄嘛，所以他能利用这个去辐射给队友，分经济给队友，所以选择做这件。就是6神以后，对吧？队友的装备也起来以后就没必要了，就可以卖掉，换主的那种主流的输出装备或者复活甲什么的。对面的卡莎在中路，这样的话有机会。卡莎飞的位置有点尴尬，直接把人头给送出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卡莎一掉，已经没有输出点了，可以直接尝试一波了。可以一波了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对面阿卡丽是清不了兵线的。阿卡丽跟露露2个人是很难说做到清线的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去看下一局啦。我们来看第二局。第二局的话就相对比较顺风一些，优势也比较大。
这局的话，主要输出就是靠狼人跟德莱文，然后中单莫甘娜的话，就靠二技能去利用后期3件套以后的一个装备效果去打输出、打控制、打输出的，所以它并不算是一个意义上的那种大核 C 哈，它只能说是一个副 C。主 C 的话还是德莱文和这个狼人。一血送出去了那这把压力就给到打野了呀。可以看到这个打野喜欢的是红开，然后树，然后去抢河道，再下来去吃石头人。这种抓法的话，确实反着来嘛。这样大概率，如果对方按蓝开的话，大概率是能抢到双河蟹的。河蟹刚好出来1分27秒。对面的眼看到了，回家刚好把鞋子给做出来了。这里的话，德莱文直接把河道给吃了，那可以尝试去入侵对方野区都可以了。但看4F 刷没刷新，就是根据自己的野怪刷新程度。这里的话，大招直接飞过来抓后面，二技能打个恐惧。对面杰的话，如果想打的话，没有大招的，少吃一个河道蟹，那就可以撤了。去抓吸血鬼其实没那么好抓。杰的话来中路，吃到莫甘娜的 Q， 那杰等于就是5级了，但一点事儿没干。再把这个3狼给吃掉，这样这局的核心还是去抓下，不能让对面的卡杀起来。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，都是清掉上半的野区，再往下路刷。上一局的卡莎确实太肥了，看到这里面吸血鬼其实没那么好抓的哈，所以刷下路才是更核心的。但这里对面的杰也是一在下面把眼排了，给压力就好了，直接扑过来。但想杀死的话，这里锤石好控制。如果没有锤石的控制的话，不好杀的。那这样的话，3个人越一个辅助扛塔，可以。2个人头拿到，再把这个河道蟹，再把石头给吃掉以后，回去3项。3项好像做不出来，还是差点钱，还差1000块。狼人这边的话是有等级优势的，上路给抓到了，蓝区被发完了，这里有眼的。刚放的野好像，把烟给排了。
这里的话就必须得快点刷资源了，因为1分钟的话，基本上除非对面犯错，不然做不了太多的事情，因为要准备6分钟的资源团。再排个野，差点钱的，然后可以回家了。如果没有这个眼的话，就只能直接回家，然后在家里面干等着。因为出来你顺路把这个红刷了，对面的话可能要在这个小龙想拿这条小龙的。那这条小龙可以团，其实这边有狼人完全不怕，而且是火龙魂，火龙魂伤害的话，对于杰来说还是蛮舒服的。德莱文在可以先开龙，把眼排掉。他大招给了莫甘娜的话，那这条龙他是打算放了啊，一个人头换到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机会。对面在4F 直接扑过去咬，前期吸血鬼没有太多伤害，只要不是去抓他或者在塔下越塔杀他的话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那个，就是太多危险的。他只是不好抓，但并不是说难抓，你知道吧？并不是他有多厉害，伤害多高，只是他的2技能规避一些东西。而且在塔下的话，一不好，其实没那么好抓的。这里大招又好了，扑过来咬住这个吸血鬼，吸血鬼好像没有哦，还有血池，你看到没有？但这里还好，那个辅助直接跟闪交引燃了。伤害4个人灌1个的人伤害很高，对面的安贝萨还是有点小肥的。啊，又是辅助的人头，辅助拿哦不上单的人头，哦对，这个是上单，搞错了，哥们儿，是我搞错了，我老想着他是辅助了，双钩体系这样子。那这样的话，前期的优势就打开了。德莱文没有吃到太多人头。优势并不大，这边上路对面已经打不动这个上路了，因为吃了好几个人头，装备已经优先做出来了。像中期有肉能把装备就有优势，把提前就是做出更多的那个防装的话，其实对于这边来说是很舒服的。他们很难说去通过越过这个前排来找机会。劫的话是另外一个特殊情况。这里面的话，哎，吸血鬼吃到了 Q， 没有血池了，那就只能等死了。大招可以扑这个辅助的，直接扑过来，利用小兵就 Q 小兵的一个位移，然后惩戒接控制。这也是一个细节啊。狼人的话也可以尝试这样子开团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为什么就是狼人的话，你也要小心自家小兵在附近的时候，狼人会利用这个来对你打一个控制。那这样的话，他附近有队友的话跟上，有可能你就要出事儿了。啊，泰坦的话，看有装备优势以后，可以单杀对面的安贝萨了。龙魂的话，他这里就可以这样子拉野。但泰坦是赚的哈，因为对面是战士，战士的出装价格是比那个贵的，所以他怎么都会多多少少会卡装备的。这里把2塔给吃掉，这里过来找机会，安贝萨优势不大，打个德莱文都花了半天时间，还想省大招。他大招应该最开始就要交的，因为他想秒对面 C 位的话，大招一定要提早交。
除非对面是残血，你不想浪费大招，那另外一回事。这就是反面教材，因为给大招以后是有破甲效果。虽然说被动的话也是好像是被动吧，但大招命中的话伤害高啊。哦，这里大招空了，当然只是逼他出去拿个1塔，拿个1血塔，不是1塔。这里扶到对面的吸血鬼，4个人有点凶了，这样子没得跑了。屌大龙的话，队友想拿了，但没那么容易。但队友直接开打了，像这种就是并不是很好，有点强迫着开了。但对面好像没反应过来，是吧？我真没反应过来。那这样的话，龙直接偷到了。再找对面吸血鬼，扑过来，咬一套，直接秒掉，血池开的机会都不给。回去把借弓给做出来。队友在中路打得很欢，这里面可以看到泰坦的话，就是有泰坦的话，你看扛得特别久。这里过来，对面交闪了，直接把吸血鬼先秒掉，然后追着卡莎咬，优势够大。杰的话不给大招吗？杰没有大招的，那这样的话，对面还敢这样上？一个 Q 咬掉，再往后拉。这英雄确实离谱，只要你伤害不是很够，这里大招过来咬掉，但没2技能好像没有打到太好的控制。想推掉水晶的话好像不太可能，这里的话对面打个控制往后拉，吸血鬼想追 Q 技能咬一下野怪。做个位移，队友已经过来了，对方想打的话，其实完全打不了了。这里直接扑到对面的射手，这狼人这英雄，你说他没素质吧？确实已经不是很有素质了，但就很离谱。就在绝活哥这种手里面，真的很离谱。但没有说特别强哈，我感觉现在强的就是蒙多，太离谱了。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啊，对面已经翻不了盘了。好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